求小主与奴婢伺候您更衣。出去。人儿的东西，任何一点你都休想抢走！娘亲，娘亲开门啊！娘亲，娘亲，娘亲开门啊！娘亲，我以为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血浓于水，再冤枉的石头也会被误伤，直到他们将我手脚砍断，眼睛挖走。这东宫虽大，但没有你的落脚之地。没想到真是亲生的，当时说的这个在先又回来了。爹，别怕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换衣服！我费尽心思讨好这群血脉之亲，最终却被生生折磨致死，死无全尸。上天恩赐，让我得以重活一世，这一次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你为何不更衣？这皇家的颜面，岂是有你能遮住的？这衣裳太大了，穿不了。夕颜的衣裳哪里是你能碰的？当初我若是只生夕颜一个，也不会难产坏了身子。这么多年缠绵病榻，你就是个灾星。是啊，对啊。父皇，儿臣并非无情，只是这孩子的命格与东宫相克，万万不能搬入东宫。皇祖父，宋生官流落在外10几，身上是否染有恶习，尚未可知。不如就养在皇觉寺里，最是可靠。此言有理。皇觉寺，那是犯了错的皇室之人被关押的地方。这孩子，他犯了什么错？你怎么不开口为自己说几句？我不想搬进东宫。什么？君子不夺人所爱，不请人所来。我不想损了东宫的韵味。你读过书？我何止是读过书？哼，上辈子我替宋元征写了多少策论，替宋希言写了多少文章，只怕太子和太子妃都不敢细数。可上辈子，他们却让我掩饰锋芒，不准我暴露文采。不过，以前没饭吃的时候，就会爬上私塾的院墙，偷听夫子授课，听得入迷了，就忘记饿了。好孩子，你这几年在外面受苦了，来，到皇祖父这儿来。皇祖父，孙女这些年流落在外，未能承欢膝下，心中实在愧疚，请皇祖父宽恕孙女不孝之罪。太子和太子妃对这孩子恶语相向，他的眼里却未有丝毫转换，明显是个至纯至善的好孩子。此子相称，不愧是朕的孙女。是皇家亏欠了你，你想要什么，朕都可以答应你。孙女，请皇祖父应允，我想换个父亲。什么？你想换个父亲？
父皇，此子目无尊长，万万留不得呀！当年儿媳分娩之时，他被贼人掳走，儿媳日日以泪洗面，缠绵病榻多年。如今他回来了，需要换个父亲，儿媳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姐姐，您方才的话也太伤母妃的心了。太子妃娘娘，我若入东宫，您可愿意？想来太子妃娘娘是不愿的，可我就该去那皇觉寺吗？太子妃娘娘，今日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穿的破烂，是因为我没有银子买衣裳；我面黄肌瘦，是因为我一日三餐从未吃饱过。可纵使如此，我从不曾怨恨，也从不曾走歪路，做恶事。努力的去读书识字，难道就因为我身上流着您和太子的血，就该被送到那个关押犯人的地方吗？如此看来是有蹊跷，先看看吧。今日我便要殿前问母，让所有人知道，被东宫怨我不是我宋世欢的错，错的是他们。姐姐，你不许欺负我母妃，母妃，我害怕。就怪你命不好，你运势与东宫相冲，你我之间更是没有母女情缘。皇祖父，孙女从不认命，若是认命的话，早死不知多少回了。太子妃，明明是你们亏欠这孩子，为何还要重伤他？你这些话，朕听了都心寒。父皇，这孩子确实不利于……太子，你别忘了，这孩子也是朕的血脉。父皇息怒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这就命人在东宫给他收拾出一个院子。哼，朕可不敢把他再交给你了。这是朕的4子齐王，府上有一嫡女。这是朕的3子楚王，府中有一嫡子一嫡女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朕的长子秦王，尚未娶妻。这京口预言，你且从中选一个，过继到府上。皇祖父，孙女选他。什么？我选他。秦王宋玉，皇上和元后徐氏的嫡长子。元后生下宋玉不到2年，便在一次动乱中替元佑帝挡剑身亡。而后，他的妹妹续嫁给元佑帝，还生下了太子宋义。秦王和太子在上一世的结果中，而他就是我要选的人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要认秦王为父亲？是。哼，真是可笑！皇兄虽是父皇的长子，却目无尊长，言行狂悖，不学无术。太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如今膝下无子，刚好你不喜欢他，那就把他让给本王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再说，本王作为哥哥，帮你这个弟弟擦擦屁股，那也是应该的。父王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真的要选秦王？皇祖父，孙女确定。好吧，从今日起，你被封为福安郡主，就是秦王府的嫡长女了。多谢皇祖父。太子、秦王，跟我来，朕有几句话要交代你们。宋世欢，你可知秦王在外的名声？整日沾花惹草，斗鸡斗吼，京中勋贵人家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进秦王府。你倒是自作聪明，反而把自己推向深渊。不劳皇孙殿下费心了。比起皇觉寺，我现在也是十分满足。比起西园，真是差远了。大哥，你又随便拿我和其他人比。西颜，是大哥错了，无人能跟我们西颜相比。当年母妃怀胎的时候，可是找大师批过命。你呀，是
是我们东宫的福星，不像某些人就是灾星。夕颜从出生起便睡在我身旁，殿下只要一回到东宫，便立刻来瞧夕颜。哼，他的哥哥更是给他准备了2个院子的奇珍异宝。妍儿啊，3岁识字，5岁便能熟练的背诗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京中贵妇提到夕颜，无一不骄傲称赞。太子妃娘娘，教女有方。不过，太子妃娘娘方才不是说我被掳走后，你日日以泪洗面，缠绵病榻吗？如今看来，并非因为我，怕是因为教导女儿过度劳累所致。你牙尖嘴利的东西！看来秦王日后是要好好管教管教你了。谁又在念叨本王啊？本王的孩子自然是天底下极尊贵之人，要吃有吃，要穿有穿，要靠山有靠山，何须看人脸色？自然也没有管教一说嘛。二弟，你说是不是？面对东宫分毫必争，此也可教。回府。那个孽障竟然敢这么下我的面子，他怎么不死在外面？秦王恶名在外多年，怎么可能真心对他好？等他到了秦王府，指不定被怎么蹉跎。父王等着瞧便是。妍儿说的没错，他的苦日子还在后头。哎，来看看。王府里到处都是酒桶，书房外杂草丛生。给我看看。你这个枪好看啊！戏班子更是隔三差五的来唱一唱。我这个当真担得起纨绔之名。阿欢，这里啊就是账房了。不过，你小小年纪看王府的账目做什么？哎呀，你放心，你父王我有的是钱，不会亏待你的。随便翻一本就亏空巨多，他难道一点都没察觉吗？唉，这爹真叫人操心。乖女儿，那你先看，本王先出府一趟。啊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父王是要去斗蛐蛐儿还是斗鸡啊？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女儿刚来府上，只想父王多陪陪女儿。难道女儿还没有蛐蛐重要吗？哎呦，阿欢，怎么可能呢？斗蛐蛐哪有你重要啊？你比这蛐蛐重要100倍。真的吗？本王从来不讲虚言。可昨日我想看父王养的蛐蛐，毛毛拦着我说：“您有令，不许任何人碰。”我在父王心里定是比不过蛐蛐的。怎么会呢？蛐蛐算什么？你最重要。来人，把这些蛐蛐全都给本王送出府去。啊！不止蛐蛐，还有斗鸡，还有那些酒。我的娘啊！阎王爹卯啊！这小祖宗怎么说的全是本王最爱的东西啊！我知道，这几日父王没有来看我，都是因为那些东西。太子和太子妃都不喜欢我。父王，你是不是也不喜欢我？我就是个没人喜欢的孩子。阿欢本来就不得亲爹娘的喜欢，又在外吃了多年苦，如今成了我女儿，我却为了自己的玩乐忽略了她，我真该死啊！阿欢，怎么会呢？你最重要了。来人，给本王把府上那些大公鸡都给宰了，中午给郡主炖汤喝，给郡主补补身子啊！还有那些酒，也都全都给我搬出王府。王爷，
之前皇上多番训斥您，您也不肯舍弃这些玩乐呀。如今当真要吩咐厨房炖鸡？对，那些东西哪有阿欢这样？本王的阿欢哪都好，就是太爱黏着本王了。这以后可怎么办呢？总不能我走到哪就把阿欢给带上了。迎春楼、碧云亭、文姬坊这些本人常去的地方，不行，阿欢可不能去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可不能被带坏了。以后我也不去了。让秦王舍弃恶习，这是第一步。这府里可有不少东宫的眼线，不知太子和继后得知今日的事，是否能做得主？阿欢，快吃。王爷，皇后娘娘请您和郡主即刻进宫用膳。这么快，他们就等不及了。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本王和阿欢也要把这鸡给吃了。阿欢，慢慢吃啊。父王，你也多吃一点啊。父王，皇祖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跟皇祖父一样和蔼？你皇祖父可一点都不和蔼，本王平时可没少挨打挨骂。至于你皇祖母，算了，是他亲孙女，他应当会喜欢。看父王的样子，元后去世之后，继后定是没少蹉跎的。来，请他来宫里用膳，还要求着他不成？让一桌子人等他这么久，我是挺息怒。秦王可能是有要事在身，耽误了时辰。哼，他有什么要事？这个混账整日在外边鬼混，早晚把皇宫的名声给败光了。老头子又是这些话，听得我耳朵都要生茧了。唉。秦王到！父王，你有什么气冲我来啊？吓唬孩子做什么？阿欢，刚才是皇祖父手滑，别害怕啊。这就是阿欢啊！快到皇祖母身边来。乖孩子，前几日的事情，皇祖母已经听说了。本宫把太子太子妃都训斥了一顿，你是他们嫡亲的血脉，他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母后，这话可是说错了。阿欢如今是本王的孩子，跟东宫可没有什么关系。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难不成要生生的断了情分？本身也没有什么情理可言。放肆！大家等你用膳等了这么久，你还理直气壮了？我又不是。皇祖父，是阿欢错了。父王为了哄阿欢，把府里的大公鸡给炖了。方才父王就是在陪阿欢吃大公鸡，宫里派人去时，公鸡都炖好了。阿欢想吃，所以我们就来晚了。什么？秦王府的几只大公鸡居然给炖了？阿欢，皇祖父没听错吧？成天就知道摆弄这些，成何体统？就是父王经常带着出府的大公鸡，全都炖汤了。还有蛐蛐，父王也全都扔了。还有酒，阿欢不喜欢，父王全都扔出去了。皇祖父，阿欢是不是太任性了？不任性，不任性！你父王以前玩的那些玩意儿，让朕生气了好几天。阿欢，你做的是对的啊！来人，把秦王府没吃完的大公鸡拿来热热，朕也要吃。怎么会这样？秦王不仅没虐待他，
人对他这么好。嘿，来，义兄善啊！公子母只怕皇祖父要对秦王改观，绝不能让他们父子关系缓和。皇上，自从秦王有了阿欢以后，倒是有几分像爹的样子了。若是当年秦王也能早早成婚生子，也不至于荒废了这么久。我也奇怪，怎么有的人做了错事负心虚，反而还能够把这些阿杂事再提出来？混账！现在都敢指着你抹红鼻子骂了！从玉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父皇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当初要不是他从中作梗，皇上，不要打秦王，臣妾错了，臣妾以后不说便是。皇后，不必替他求情。我大齐向来以孝治天下，朕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大逆不孝的东西？皇祖母，大伯，你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样对皇祖母？皇兄，你这以下犯上是大不敬了。我根本就没有用力气。够了，你这混账！你要气死朕吗？好，我宋玉就是一个忤逆不孝之人，行了吗？来人，把秦王拉出去，大事大板。看来栽赃嫁祸这一套，他们没少用在父王身上。我让人特地打了重刑，要是秦王往后变成残废，宋时欢就更别想跟我比。瞎什么？我早说过，会为你那天选了秦王而后悔的。瞎傻了才好呢，他变成个傻子，而秦王本来就是个傻子，刚好碰上一对父女。宋时欢，你亲自选的爹，如今正在被挨打，恐怕就要被打死在这里。而皇祖父在屋里陪着皇祖母，我父王和母妃也陪侍在侧，这就是你与我的差距。下了死手，这样下去，宋玉肯定会被打断腿，土图不识字。皇上不会这么狠心，这一定是你指使。挺聪明的呀，不过聪明有什么用呢？皇祖父根本不在意他的死活，更不相信你。哪怕他手打得太重了，在皇祖父眼里，他只是个纨绔，甚至会说他整日吃喝玩乐，不思进取，身体暴殄，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故意博无用的口气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什么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？现在就是，给我再重点儿！不好，打在宋玉身上，皇祖父不信；但我身上，皇祖父一定会信。上消气，秦王本来就纨绔，不争气。朕原本以为他能变好一些，现在看来是朕眼瞎了。阿欢，怎么手？皇上，您吃点菜，外面的事儿您不用担心。阿欢出了什么事儿了？皇上，好疼！阿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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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欢替我挨了一板子，快点给他叫御医。传朕旨意，叫梅太医。是。你们几个还那么愣着干什么？把人给我抬进去！糟了，千万不能让皇祖父知道，是我暗中让人下了死手。回皇上，
郡主受了很严重的伤，需要好好调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不就是替秦王挨了一板子吗？秦王殿下受的伤更严重，幸亏他底子好，这才没有晕过去。若是再挨2板子，怕是他的腿都断了。说什么？下去吧。臣告退。朕说要罚秦王，朕没说过让你下死手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这么对付朕的儿子和孙女！皇上饶命，是奴才一时失手。皇后，这个太监是你宫里人吧？皇上，臣妾不知道秦王和阿欢伤得这么重，臣妾是冤枉的。既然皇后不会管教自己宫里人，那朕替你管。皇上明鉴，秦王是姐姐唯一的血脉，臣妾把他看得比灵儿还重。皇上若是不信，臣妾可以当着姐姐的灵位发誓。来人，把这太监拉出去，杖毙！郡主，救救奴才！明明是我什么我？做错事情，皇祖父惩罚你，你若狡辩，罪加一等。快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别吵了皇祖父的耳朵。当着你皇祖父的面耍小聪明，如今你真是胆大包天呢！皇祖母息怒，孩儿本以为就算板子打得再重，以秦王的性子也只会强忍。若不是有个宋时欢，等皇祖父知道板子轻重的时候，也已经晚了。是啊，母后，差一点秦王就能断腿了，都是被宋时欢那个孽种给毁了。难道你看不出来你父皇很喜欢他？一个孩子罢了，养在东宫便是。如今好了，白白送给宋玉一个孩子。还有，当年本宫设计宋玉私会心儿的事，一旦被你父皇知道，不只是我的皇后之位，连带你的太子之位都保不住。阿欢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郡主已经醒了，但郡主本就比寻常孩子瘦小，那一仗又打到了她的脊背上。臣建议把郡主养在紫宸殿至少1个月，从这里到秦王府一路颠簸，郡主的身子怕是承受不住啊。这好说，让他住下便是了。这宫里所有的药材都可以给阿欢用，阿欢就交给你了。臣领旨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阿欢，看不到，本王去给你念话本子，给你转移注意力啊！父王，我没事，你快去疗伤吧。你这还叫没事？宋时欢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板子，但凡再重那么一点，你这辈子就走不了路了。你说你一个孩子，替本王挨什么板子啊？皇祖父来了，正好有些话也该说给他听了。那个人使劲挥板子，我害怕吗？以后你就知道，只要有你皇祖母在，本王挨得等，那是数都数不过来。说不定本王哪天就被打死了。父王，你没有用力推皇祖母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跟皇祖父解释？这样就不会被挨板子。那本王解释了，有人会相信吗？父王说的我都相信，希望父王向我解释。你要是推了皇祖母，你就是坏人。阿欢不希望你是坏人。本王向你保证，绝对没有用力推你皇祖母。那本王推他，是因为不想你皇祖母横在本王和你皇祖父之间。那你之前说皇祖母陷害你的事情是骗人的吗？那当然不是，本王当年确实就是被你皇祖母算计的。我就知道，父王是天底下最好的父王。只这样哪里够？我还要再给季后一个大礼。父王，你说皇祖母是你的娘亲，她为何如此待你？她才不是本王的娘亲呢。本王的母后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。本王现在对于你皇祖母来说，那就是眼中钉，肉中刺。
怪不得，若是父王的母亲还在，肯定会心疼父王的。就像阿欢愿意替父王挨板子。你还敢提挨板子的事？下不为例。母亲，皇后要是真的关心亲王，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挨板子？还有那俩太监，如果没有主子的授意，怎么敢对一个王爷下那么重的手？叫太子来见朕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你打开看看，你干的好事。请父皇明鉴，儿臣绝无结党营私之心。那日之所以宴请宾客，是因为夕颜说牡丹花开得好，所以想请他们去瞧一瞧。就因为你女儿一句话，大费周折宴请数十个朝臣和宾客到京郊的别院赏花，你把朕当成什么了？平日里父皇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怎么今日突然发火？来人，把太子拉下去，狠狠地打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请父皇明鉴！父皇！别打了，皇上息怒，打不得呀！朕打自己的儿子，为何打不得？皇上，太子是一国储君，若是打坏了，会动摇国本的。动摇国本？朕今日才知，皇后对秦王和对太子的态度竟是这么不同。当年的事情，朕也得再好好查查。母后，那个孩子已经被记在秦王名下了。糊涂！你们当真以为灵儿挨的板子是因为他结的蕾丝？莫非皇祖父是心里有气，想替大伯和宋世欢出气？皇上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，自然对他是十分怜惜。但有的时候，这么一丁点怜惜，就是千差万别。儿媳明白，可是秦王对她极好，她未必愿意再回头。他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只需要拿出对夕颜一半好就够了。才几日，宋玉就好像变了个人，把那些阿杂之物都给丢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孩子都不能留在秦王府。是，儿媳明白了。父王，阿欢，你居然不喜欢看画板子，而喜欢看史书？父王，皇祖父说过，读史书能明理。我以前在外面都看不到这些书，不过有些地方我看不懂。父王，这一处是什么意思啊？真要了命！我打小就不爱去书房，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意思？书到用时方恨少啊！这个嘛，父王怕说错了，要么父王给你找个夫子。姐姐有什么问题问母妃便是。母妃可是当年京城出了名的才女，姐姐不必另请夫子。你身子怎么样了？陛下让我给你准备了千年人参补补身子。他们突然对我示好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你要是愿意，可以跟我去东宫住，有什么不会的，我亲自教你。太子妃娘娘，就不劳烦你。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父王可以教我，是不是父王？那当然，不就是史书吗？我也懂啊。阿欢，父王去给你热杯牛乳，等着啊。嘿嘿。父王，我要向你请教史书上的问题，十问火急啊！哎，你脑子坏了吗？你从小一看书就头疼，居然来问这史书？哎呀，你快点吧！再不快点，我闺女就要被人抢走了。
你明白了吧？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样了，听懂了吗？听明白了。父王，你可真厉害。你父王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何必劳烦一个外人呢？二弟妹，赶紧回去吧。既然如此，阿欢，我跟你妹妹明日再来。切，父王，他们明日还会再来。如果我再有不懂的地方，你也会跟我解释的吧？这个当然嘛，装大了。又是哪里不懂？好的，父皇，你还是给我找个通晓史书的夫子吧。从明天起，我要好好学习。臣沈明文参拜皇上，参拜秦王殿下。沈大人，在明日天亮之前，务必给本王讲清楚这几页的内容。皇上，秦王这是时间很紧张，时间太紧张了，赶紧过来。这是。富国多所生于农，故先王贵之，民士农则田耕，田耕则粟多，粟多则国富也。此乃农夫中所之作。秦王之事不要传出半点风声。是。这混账难不成真的因为阿欢抓了信主？看来真得去对着信主的牌位拜一拜。殿下，怎么样？他答应回东宫了吗？父王，姐姐好像不喜欢我们，一直不搭理母妃，我们被大伯赶出来了。什么？宋玉他竟然敢！殿下，我要面见父皇，为你们讨回公道。殿下莫要扯到伤口。那孩子因为那日事情和我们有了间隙，明天我再去找他。果然是个野丫头，比不上咱们西颜。她要是这么不识好歹，就没必要挽留她了。要不然我们想个法子，让皇祖父彻底厌弃他。很伤心，没有钱。这段典故就是如此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父王讲的特别的好。没想到父王记性这么好，在读书上面很有天赋，好像真的可以望父成龙喽。王爷、郡主，皇上请你们去正殿。没看到本王正在教女儿念书呢。找本王什么事？奴才也不知，应当是着急的事情。皇后娘娘还有太子妃娘娘都来了，还有程夫人。常夫人是太子妃的大嫂，也是京城有名的大善人，但眼下她恐怕来者不善。见过皇祖父、皇祖母。不知父王叫我们来有何事？阿欢，朕有件事情要问。常夫人今日进宫说，宫外传出废话，你在宫外偷盗行窃，欺凌弱小，不知道是真还是假。胡说八道！阿欢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本宫自然是相信阿欢，如今谣言四起，还得想个法子保下阿欢的名声。要是有人敢胡说八道，本王直接大刑伺候。大伯，无风不起浪。姐姐在外多年，我们都不知道她做了什么，说不定她就是犯了那些错事呢，不然别人干嘛指责她呀？没错，明明就是她有错，她又百般纵容，对他人用刑，传出去岂不是我们皇家仗势欺人，欺压百姓？你们什么意思？有人污蔑阿欢，还不许本王主持公道啊！你们简直……父王，就秦王这个一点就炸的性子，定会惹恼皇上。到时候，皇上只会对他们父女都感到厌恶。
既然此事与我有关，不如让我说几句吧。好，阿欢，你说。怎么回事？秦王怎么这么轻易就被这个丫头给安抚了？皇祖父，孙女有一事不明，我被人泼了脏水，为何不是坏人拿出证据，而是让我自证呢？我父王说的对，你应该先把那些坏人都抓起来。若是拿得出证据，孙女认罚；若拿不出证据，该受罚的就应该是他们。皇上，臣夫有个提议，若是能找到跟阿欢相熟的人，亦或是夫子来作证，此事自然便能了结。若是阿欢造人非议，常家也是心疼的。证人已经准备好了，待会儿将证人带上来，定将宋世欢百口莫辩。常夫人说的不错，不如常夫人。可是我没有相熟之人，至于夫子，我也是偷偷的去听他授课，他连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什么？阿欢，人怎么可能没有相熟之人？你莫要说谎。难道你这段时间都是独自一人，没人可靠吗？阿奶把我养到7岁便去世了。那他的子女，又或是他的街坊邻居，也定然和郡主相处啊。要是找到他们，便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为何执着于让本郡主自证清白？啊，郡主，你看似处处为我着想，实则一直逼我自证清白。若是那些所谓的相熟之人同样污蔑我，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？你到底是在帮我，还是在害我？你，郡主，臣妇绝无害您之心啊！皇上，还请您明察，常舅母可是京中有名的大善人，姐姐，你怎能如此重伤她？阿欢，你还不知道，常氏确实善名远长，你怕是误会他了。皇祖父，是孙女说话不周了。既然常夫人是善人，那不如就让她把那些造谣孙女的人抓起来，好好审问，还孙女一个清白。也好，常氏，你可愿意？我之前特地找了跟郡主走得近些的人，早早把这些人收买了，就等着把一盆污水扣在他头上。如今让我去找谣言的源头，岂不是引火上身？常夫人像是不情愿，怎么，你很为难吗？臣妇没有，臣妇没有为难，臣妇愿意。皇祖父，孙女也不想让常夫人太过劳累，可是父王又伤重，你能不能派人帮帮常夫人？吴奇，在，你派2个人帮着常氏一起找，朕倒要看看谁在污蔑朕的孙女。是。皇祖父，不如先让姐姐回王府吧，这样至少告诉外面的人，皇家没有惩治姐姐。至少得让这个贱人离皇祖父远远的。不行，那梅老头都说了，阿欢不宜颠簸，万一要出了什么事，谁给本王陪女儿？是啊，谁陪朕一个孙女儿？不要在意外面那些闲言碎语。好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夕颜，你没事吧？夕颜，妍儿，妍儿，妍儿，夕颜，你好些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吐血了？我今日被那个宋世欢给气倒了，奇迹贡献。该死的宋世欢，敢这么欺负你，我定要他好看。现在皇上派人和常家一起肃清流言的源头，我担心会连累常家人。这不难解决。你有办法？母妃，您只需要告诉舅母，若是造谣之人因愧疚而服毒自尽，自然就有了交代。哥哥说的对，斩草除根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嫂子，照顾好妹妹。你说什么？郡主，侍卫们找到散播谣言的那几人时，早就都没气了。探查后发现，他们早已服毒自尽。
我以为能把常氏逼到了死胡同，至少能让皇祖父知晓谣言是常家散播的。没想到那些造谣之人竟然都死了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，是我亲人。哎呀，姐姐，这是怎么了？茶碗都打翻了。宋希言这么着急来看我的笑，看来下手杀人的不是常家，而是他。我要是不高兴，早碎了他的脸。只是手滑而已。福运郡主来我这做什么？嬷嬷，沏茶。是，我今日来啊，是特意给你带了东西，里面是我的一些画作和诗句，让你欣赏欣赏。那我便收下了，多谢福运郡主。嬷嬷，先别着急说。父王在皇祖父那里。是，你去告诉父王，就说福运郡主来了一趟之后，我便吃不下饭，愁容满面。这些话务必得让皇祖父听到。是。宋希言竟然送了我一份大礼，我当然要给他回礼。阿欢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不吃饭啊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皇祖父，父王，我是不是很差劲啊？怎么可能？可是我不会画画，我也不会作诗。我知道福运郡主都是为了我好，所以才特意把她做的诗词作画拿过来给我欣赏。可我看到这些东西，我心里就很难过。这个宋希言肯定就是故意的。父王，福运郡主也是好心，是我自己不如她，没有她那样的天赋。这哪是什么天赋？母亲，你让太子妃和希言过来，让希言好好说说他这几年是如何勤来捕捉的。是。父皇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太子妃，你赶快说说，希言这几年为了写诗作画，是不是废寝忘食？皇祖父，我没有。父皇，言儿天生聪慧，其实根本不需要太过。朕明明记得你和太子时常说，希言每日天没亮就起来练习，这不是笨鸟先飞吗？难道你当时欺君？当然不是，言儿确实十分努力，才有了今天的才华。环儿，你看，听到了吗？孙女两只耳朵都听到了。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啊！皇祖父凭什么说本郡主是笨鸟先飞？阿春，你说本郡主笨吗？郡主是这个大齐最聪慧的郡主。说。连皇祖父都不觉得本郡主聪慧，你却这样觉得，竟敢忤逆皇祖父的意思。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啊！违逆圣意，来人，把这个宫女拖出去处置了。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啊！郡主，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啊！郡主。大哥，现在那个野丫头指不定多得意，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。她居然反将了一军，倒是我们轻看了。我要她变成小丑，就像宋玉一样，成为天下公认的草包。大哥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那是自然。从小到大，大哥什么事情没应你？明日他就该回秦王府了。秦王府可不比此沉淀，到时候我们的机会多的是。大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那是自然。当初母妃怀你的时候，可是找福元大师为你批过命。福元大师说，母妃这一胎能保东宫繁茂昌盛。啊，大哥，这话我都听了无数遍了。不管你听再多遍，大哥也要说。大师说，我们曾经亏欠过母妃肚子里的孩子，千百年一轮回，才等到了如今弥补的机会。你呀，
是我们东宫的福星，不像某些人是灾星，他只配被你踩在脚下，永远不能翻身。你看这首诗写的怎么样？回皇上，此诗文采稚嫩，不忍一笑罢了。这是西园那个孩子的诗，皇后和太子妃承认说有天赋，可朕实在没看明白。果然，沈清也这么说。臣以为远不如福安郡主的诗。哦，你才教了他几日，他就能做出好诗了？郡主过目不忘，触类旁通，在读书方面是颇有造诣啊。当真？好啊！老臣也没想到，郡主和秦王殿下都有如此的天赋。谁？朕没有听错，谁还有天赋？回皇上，是秦王殿下。哎呀，见鬼了！嘿，吴起，你把秦王和郡主都给我叫来。是。阿欢，朕听沈清说你在读书方面颇有天赋。你要是史书看完了，还想看别的什么书，尽管进宫跟皇祖父说。皇祖父不必担心，王府里也有书房，我看书房里的书就够了。如果再有不懂的地方，父王会给我讲明白的，是吧，父王？是吧？阿欢，你们俩今天就要离开宫里了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跟皇祖父说。在宫里，东宫不好下手，但我即将回王府，他们定会暗中谋害我。孙女想要一个贴身婢女，最好既会武功又懂医术。哦，为什么要一个这样的婢女呢？懂武功就能教我习武，懂医术就能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好，朕答应你。那就多谢皇祖父了。郡主该喝药了。迎春，帮我把药端过来。怎么了？可是这药有问题。郡主，这屋里的熏香味道太重，奴婢把药端去屋外闻闻。等等，嬷嬷，把熏香灭了，隔墙有耳，就在屋里闻。是。郡主，这药和之前的不同，多了一味迷醉，是能致幻的药。致幻？服下此药者会神志不清，行为举止如同疯子一般。曾有人误食此药，当众脱衣。大齐认为此药有伤风化，所以将其列为禁药。禁药？哼，我这才刚回府，就有人想把本郡主变成疯子。郡主，要不要让王爷把这件事情禀告给皇上，让皇上来查明真相？不了。父王是个炮仗脾气，还没等到查明真相，肯定会闹出乱子，反而对他不利。那郡主打算怎么做？如今我们势单力薄，如果要查的话，只怕一开始就会打草惊蛇。那我就趁此机会，把这满府吃里扒外的东西一并给除了。郡主慢些走，后院的花开得最好，老奴扶您去瞧瞧。郡主，暗处有人。我的头好痛啊！哎呀，郡主，你没事吧？来人呐，快去禀告王爷！啊！阿欢到底怎么了？本王要进宫去找梅太医。王爷，迎春已经替郡主诊过脉了，说是今日活动频繁所致，无大碍的。不行，本王不放心，还是得要进宫一趟。王爷，若是去请梅太医，郡主的名声可就毁了。名声？哎呀，阿欢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父王啊！你，哎呀，阿欢，
父王，嘘，父王，我没事儿。那这是怎么了？父王，我真的没事儿。你愿不愿意陪我演出戏啊？演戏？演什么戏？这府里的奴才太多了，我不喜欢那么多人，而且他们心坏。我想个法子把他们都赶走。你要是不喜欢那些奴才，父王直接把他们都赶出去。你装什么晕呢？直接下令，岂非让旁人觉得咱们秦王府无礼？你就那么不喜欢那些奴才？王爷容禀，您不在王府的时候，奴婢想给郡主的院子添些花都难上加难，郡主的吃食也过于简单。还有这种事？阿辉，你说怎么做？从现在开始，父王，你要让府里的下人都觉得你已经厌烦我。父王怎么可能厌烦你呢？欲先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把鱼儿放出去，大鱼才能上钩。行吧。阿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本王几次想要见他，而他却对本王避而不见。他心里还有没有本王这个父王？王爷恕罪，还请不要为难老奴。好了，不为难你个奴才，日后本王不再来了便是。哼！想不到父王的演技还真不错，都能去演话本子了。这几日府里的下人对咱们院是越发不上心了，送来的午膳都是凉的。昨日奴婢走在路上，还有个不长眼的想往奴婢身上撞，结果被奴婢一脚给踢飞了。踢得好！这府里的下人把自己捧得越高，马上就会摔得越惨。郡主，您之前说咱们府里很快就有客人来，是真的吗？算算日子，应该快了。其他人会以为父王对我失去了耐心，而下毒之人却会以为我是因为中毒不敢见父王，费尽心思来弄禁药，又怎么会忍得住不来看看自己的得意之作呢？郡主，东宫有人来了，快要到王府门口了。记住我跟你说的话。郡主放心，奴婢一定演一场好戏。求皇后娘娘、太子妃娘娘救救我家郡主吧！这是哪有这事？府里的奴才奴大欺主，我家郡主被欺负的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今日我特地请皇祖母一同前来，可不是来替宋时欢做主撑腰的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秦王向来对阿欢很好的，怎么会纵容府里下人欺负他呢？王爷这几日不在府内，府里的下人就蹬鼻子上脸，不把郡主放在眼里。宋时欢人呢？郡主她病了。病了就好，看来我让人下的药奏效了。哎呀，会不会是因为姐姐生病了，脑子不清醒，才误以为下人欺负了她呀？要不这样，你让她出来当面说，皇祖母才好替她做主啊。说怎么？莫非她变成了痴呆，还出来丢人现眼？当然不是。既然不是，皇祖母亲临她都不出来迎驾，那就是对皇祖母不敬。我劝你赶紧让她出来迎驾，不然小心皇祖父治她的不孝之罪。哼，只要皇祖母和母妃看到宋时欢那份痴呆的样子，就会觉得他恶心，到时候连皇祖父和秦王都会疏远他，我就会让他在所有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妹妹，为何如此诅咒我？我是哪里得罪你了吗？宋时欢，你怎么没事？怎么没事？我家郡主感染了风寒，让府里的下人去熬药，谁知他们推三阻四，这才让她的身体变得虚弱。皇祖母，今日若不是您来了，我只怕是要被那些下人折磨得不成样子。不可能，我分明让人给宋时欢下了禁药，让他变得痴傻失态，他怎么会只是感染风寒？什么感染风寒？我看你就是在装病。我怎么会装病呢？
原来在妹妹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若非不是，怎么你这些日子连大伯都避而不见？夕颜，糟了，说漏嘴了。夕颜，你是如何知道本王府中那么多事？我……哎呦，阿欢，你怎么那么虚弱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王爷，那些个刁奴趁你没在府上，都欺负郡主。若非今日皇后娘娘和太子妃娘娘撞见，郡主还不知要受多少委屈。这些狗奴才竟敢欺负阿欢，依本王看，就应该把他们全都赶出王府，永不录用。不可以！宋希言，刚才本王还忘了问你，你是如何知道阿欢对本王避而不见？哦，你在本王的王府里安插了眼睛。我只是随口一提。原来妹妹也是不明真相，却宁愿相信那些刁民，也不愿相信我。看来妹妹果然不喜欢我。明明就是在装病。秦王府里下人失责，那便教训一顿便是，把他们赶出去不妥吧？哦，不是平日里总是在嘴上说疼爱阿欢，怎么能够容忍他被人这么欺负？难道你不是真心？怎么会呢？王祖母，还请您为阿欢做主，处置那些刁民。王祖母，那便把这些下人打20板子，悉数发卖了吧。秦王，过几日我再让内务府派几个机灵的奴才送过来。这王府里只有我和父王2个人，用不到那么多奴才，而且我不习惯太多人伺候。这怎么行？妹妹好像很在意我们王府里的下人，怎么，你跟他们沾亲带故吗？对了，昨天我发现有人在我的药里下毒，该不会跟你有关系吧？当然不是我，不是最好，毕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向皇祖父说明此事。他要是追究下来，定不会放过那些有嫌疑人。当心！终于把他们都送走了，而且府里的下人都是皇后下令处置的，以后外面不会诟病我们了。哎，对了，阿欢，你方才说下毒是怎么回事？我那是故意骗宋希言的，放心，没人给我下毒。那就好，要不然本王非得把整个东宫都给掀了。父王，过几日您去牙婆子那儿挑几个小厮吧，您出府的时候让他们跟着您，保护您的安全。也好，可要选些什么人？要我说呀，就选点机灵好看的，身子骨也要强壮的。为何要选好看的？那花本子里的男角都是好看的，我也想看看。来人，给本王把王府里的那些画本子都烧了。若非你自作聪明，本宫又怎么会被那丫头利用，害得我们在秦王府失去了那么多眼线？母后，言儿她怎么了？她自作主张，非要给宋时欢用禁药，本想着让他变成一个傻子，偏偏成事不足，说不定给人家落下什么把柄。一旦让皇上知道了，他跟东宫摘得干净吗？言儿，你天生纯真善良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？母妃，我都是因为太在乎你，我怕他把你抢走，才会一时冲动。好孩子，母妃的眼里心里只会有你，下次可不能这样。不知为何，本宫刚刚看到那孩子，觉得十分眼熟，似是像个什么人来的，像谁呢？奴婢这1个多月以来，替郡主您调理身体，您这身上总算是长肉了，五官也长开了，变得白皙了许多，现在是个妥妥的大美人了。你就不要打趣了。郡主，老奴替您更衣吧。好。
嬷嬷，你怎么了？难怪老奴总是觉得您越看越熟悉。今日方才发现，郡主，您的眉眼生得和元后极为相似。我怎么会长得像元后呢？是真的，像极了。之前是郡主太瘦了，皮肤暗淡了些，所以才看不出来。有眉杏眼，还有嘴巴也像。如今还能记得元后长相的，能有几个人？除了老奴外，还有皇上、皇后娘娘和梅太医。元后在王爷2岁的时候就去了，所以王爷也不记得元后的模样。世人皆知，元后是为了救皇祖父而死的，是他心里的白月光。皇祖父总是训斥父王，背地里却很宠他。那酷似元后的我，难怪前世宋希言会毁了我的脸。嬷嬷，这件事我们且装作不知道。过2日就是宫里的赏花宴了，我可是相当期待皇后和皇祖父的反应。郡主，赏花宴准备穿哪件襦裙服？元后昔日喜欢什么颜色？元后娘娘喜欢红色。那今日我就穿红色。郡主荣华万千，今日定当惊艳所有人。走吧，该进宫了。今日这御花园的花开得可真好，怪不得母后让我们来这儿赏花呢。皇祖母不是也请了宋时欢吗？怎么还不见呢？这种场合都迟到，真是没规矩。唉，秦王府上到底是没个王妃，不周到。谁说我迟到了？谁说我迟到了？宋时欢，短短1个月不见，他怎么变得这般明艳贵气？为何他的模样跟元后这般相像？见过皇祖母，因皇祖母设宴，孙女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，这才没有过早的到。皇祖母不会怪罪吧？偏偏这孩子没有回东宫，去了秦王府。偏偏秦王就是嫡姐的孩子，难不成是嫡姐显灵了？皇祖母啊，没事，来了就好。皇祖母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该不会是身体抱恙吧？本宫无事，只是看到你的模样，让本宫想到一个故人。故人，孙女能有这样的福气？你的确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皇祖母这话可说错了。当年大师批命，分明说过我才是福星，姐姐她呀是灾星。希言，不得胡说。孙女没有胡说，姐姐若不是灾星，怎会一出生就被贼人掠走？可见啊，有些人的命数就是如此。阿欢，那边的花开了，去看看花吧。是。公竟然之前不知道，他原来是这般模样。皇祖母，她今日确实刻意打扮，比平日精致了些，可你也不用反应这么大吧？依我看，还是希言更胜一筹。你们懂什么？她的模样酷似元后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元后？皇祖父对元后感情至深，他若和元后相像，那岂不是更得宠了？他若是留在东宫，便罢了。可如今是秦王的女儿，这些天因为宋时欢，秦王大有改邪归正的样子。他父女俩一旦得势，哪还有你父王和你们的位置？母后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若是毁了他这张脸，毁掉他这张脸，倒是个好办法。可是，在宫里不好贸然操作，免得闹大了，对我们都没好处。这有何难？
姐姐如今也是花样年华，想来秦王考虑不周，没有给她准备什么胭脂水粉。而母妃作为姐姐的生母，考虑周到一些，送她一盒胭脂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还是夕颜聪明，我们只要在里面加一些会让肌肤腐烂的药水，无色无味，也查不出什么。一旦宋世欢使用，他就会肌肤腐烂，再也没有脸见人了。那就这么办吧。一旦让皇上知道他现在的容貌，就后患无穷。太子妃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母后，我去不合适吧？我毕竟是他的生母。收起你那没用的人子！本宫今天就告诉你，一定要想办法除掉宋世欢，不然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南柯一梦。母妃，如果姐姐再得宠，这宫中哪还有女儿的位置？你可别忘了，她是灾星，我才是福星，她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她应承受的，这就是她的命。母妃，为了东宫，还请您动手吧。见过太子妃娘娘。你是本宫的女儿，不必对我如此生疏。太子妃娘娘说错了，我是秦王的女儿，名义上你是我的二叔母，理不能废。你既然这个孩子冷心冷情，就别怪我狠心了。罢了，本宫不跟你小辈一般见识。今日见你是比往常长大不少，既然是大姑娘了，更要多多打扮才是。这盒胭脂价值不菲，色彩绚丽，特别适合你，就当做本宫送你的礼物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收下吧，好好用。一会儿还要见你的皇祖父和外客，若是妆容寡淡，可上不了台面。多用一些，方才好看。那我就多谢太子妃。把这胭脂拿去好好查看一下。郡主，只是胭脂而已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而且太子妃娘娘毕竟是您的生母，岂会害您？就算她以前没有亲手害过我，却屡次纵容宋希言对我动手，更何况我顶着这张脸出现在皇后面前，皇后怎么会容得下我？是，奴婢这就查看。味道倒是没什么异样，颜色也是正常胭脂的颜色。以防万一，奴婢先在手臂上试用一下。怎么了？好疼啊！这怎么会忽然起了红疹？还十分刺口。郡主，幸好您谨慎，这胭脂有问题。你从前以为虎毒不食子，可没想到这人心竟是这世上最可怕的东西。那这件事是否要告诉王爷或者皇上？直接把胭脂拿过去，他们肯定不会承认在里面加的东西是想毁我容貌的，说不定还会倒打一耙，说我栽赃诬陷。我就将计就计。哎呀，姐姐这是怎么了呀？出去了一趟，怎么戴上了面巾啊？我觉得今日太阳太大了，防晒一下吧。皇祖母，我觉得有些累了，可否先回王府？这怎么能行？皇祖母说了，我们已经到了上女学的年龄，皇祖母特意请了女学的院长前来评判你我二人的资质，也好给我们分班啊。这资质优越的呀，就可以上甲班；资质差的呢，就只能上最差的丙班了。你现在要走，是临阵脱逃，不敢跟我比吗？宋希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阿欢常年在外流浪，好不容易回来，怎么跟你比所谓的资质？秦王，你误会了，这位严院长是女学负责的女官，贵族女子入学是惯例，考核评判是必要的。说不定阿欢天资异禀，表现出众呢。是啊，秦王殿下，福安郡主是你的女儿，难道你要让她一辈子在王府不学无术吗？考评不难的，福安郡主不会，也是可以进入丙班的。只是什么？
只是皇家子女还从未有谁能沦落到丙班的先例。如果福安郡主进入了丙班，恐怕会惹人笑话，让皇室蒙羞。父王，不知严院长想考察我什么？今天的考题是琴技。我的琴技从小就有名师指点，父王和母妃多次夸奖，连皇祖父都十分认可。宋时欢就是个野丫头，多半连琴都没碰过，再加上他这张烂脸，就等着颜面扫地了。凭什么？我的阿欢，若是比起文史诗词，未必输他呀。可若比琴技，阿欢也没学过。抱歉了，秦王殿下，女学的规矩不可破。难道要为了福安郡主一个人破例吗？比琴就比琴，无法。不能比啊！他们这摆明了就是欺负，就是要羞辱你啊！本王这就去禀明父皇。父王别担心，我以前在宫外的时候，在一家琴房打过零工，里面的琴师指点过我，我是会弹的。那也只是指点过你，你也没有正经学过呀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宋希言光是教授琴技的老师就有4、5位，太子妃的琴技那也是响当当的。他可没少教宋希言，你比不过他的。父王别担心，大不了就输呗。我一个在外流浪多年的人，输了又不丢人。可我要是赢了，希言妹妹丢人要丢到外祖家了吧？装腔作势，就凭你还想赢我？福运郡主，开始吧。好，好。希言的琴技比起之前又精进了不少，不是我吹嘘啊，只怕是整个京城都找不到几个女子比她的琴技更优秀。我要是某些人啊，就早点认输，免得一败涂地。好什么好？本王看也就一般般吧。大哥，你为了抬举宋时欢，也不用睁眼说瞎话。若说我妍儿的琴技一般，那整个京城便没有人敢说自己会弹琴了。女学若能收入福运郡主这样的学生，真乃三生有幸啊！姐姐，轮到你了。你要是怕了呢，现在说还来得及。大不了我让严院长网开一面，给你个机会直接升入到丙班。就是传出去难听了一些。不劳妹妹操心了，我被分到哪个班，我自己说了算。阿欢，父王别担心。装腔作势。我有一个好提议，母后您讲。要是阿欢这孩子底子太差，不如让他去东宫住一段时间吧。凭什么？阿欢是本王的女儿，你们为什么一再的要把她从本王身边夺走呢？秦王，你先听本宫说，你虽然疼爱阿欢，可你5大3粗是个男人，府里又没有王妃照应，始终是太子妃最贴心。太子妃的琴技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也不想阿欢无人教导，到了女学里惹人笑话。本王可以请人教他。最好的名师都在东宫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强行把阿欢留在身边，这不是正道。秦王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？皇祖母多虑了，我的琴技还不至于差到劳烦多位名师和太子妃娘娘。可笑，你有什么琴技啊？该不会连琴谱都不认识吧？这样吧，既然你夸口自己会弹琴，那不妨弹给我们听一听。光动嘴皮子有什么用？你要是弹得不行的话，又不来我们东宫学习，那可就是你自甘堕落。是啊，要是阿欢琴技太差，秦王若真心爱你，也不会放任不管吧。他们分明是要将我父王架在火上烤。如果我弹得好，是不是就可以不进东宫了？自然，有皇祖母的这句话就行。那现在便开始吧。哼。
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是在玩过家家吗？我只是先热身而已，调一下琴音。好戏，现在开始。哼。怎么会？宋世欢小小年纪竟然能弹出这么磅礴大气的琴声，他的功力分明远在夕颜之上。多年来，我聘请名师细心培养夕颜，难道还比不过一个流落在外的宋世欢吗？我不相信！这琴声似曾相识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废物居然真的会弹琴，还弹得这么好！之前他是在藏拙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父王不知道的呀？皇上，这首曲子不是当年元后娘娘弹奏的《凤丽九天》吗？没错，这首曲子正是元后娘娘所作。知道这首曲子的人是谁？阿欢他怎么会知道？这远远看着他的背影，竟觉得他跟元后有几分相似。皇后娘娘，这首曲子是元后娘娘当年亲手所谱写的《凤丽九天》。不可能，这只是像而已。她一个野丫头，怎么能弹出凤丽九天呢？不会的，你就是个野种，有什么资格和我比？更不可能弹得比我好。宋世欢，停下！你给我停下！皇上，凤凰，你看呐，凤凰现世了。阿芬，是你吗？是你在天显灵了吗？阿欢，你弹得太好了！本王没有想到，你在外流浪那么久，却有如此高超的琴技，你简直就是本王的骄傲啊！父王喜欢就好。你为何会弹琴？我先前就说过，我在外流浪的时候，偶尔接受过琴店师傅的指点，所以是会的。仅凭指点就能弹出这个水平，这不可能！太子妃娘娘是在说我天赋异禀吗？那我就欣然接受了。上一世，我为了讨得太子妃的欢心，日日苦练琴技，她的目光却总在宋希言的身上，半点看不到我。现在我要名正言顺地站出来，再也不活在宋希言的阴影之下。母妃，好了，阿欢和希言的琴声，本宫看来都很动听。但话说回来，严院长才是最专业的，他们二人谁的技艺更胜一筹，还得由你做评判才是。回皇后娘娘，以小人看来，福运郡主琴技高绝，世间少有，是难得一遇的大才。世间少有。至于福安郡主嘛，福安郡主弹的看似有模有样，实则浮于表面，只是胡乱炫技，缺乏真情实感。与福运郡主相比，还是差了一大截。你姐姐，你听到了吧？你的琴技还得多练练，暂时还拿不出手呢。延青院长是被母后收买的，才会帮着希言说话。可我听得出来，希言的琴技远不如宋世欢。既然胜负已分，那等一下，什么胜负已分啊？本王不服！依本王看，你这个女学院长就是名不符实，德不配位了。刚刚我们阿欢弹的琴声如此的动听感人，连凤凰都出现了，这可是10年难得一遇的奇观。这说明上苍都被感动了，而你却恶意针对我们阿欢，你是何居心？秦王殿下，你虽贵为秦王，也不能这么攻击我吧？您自己都不通才艺，有何能力评判好坏？小人弹琴多年，在京城颇有名声，难道我的评判还比不上您的吗？
依本王看，就是你这个小人跟人串通一气，来针对我的阿欢。我的阿欢要是进入了你的那个什么女学，不知道要被蹉跎成什么样子。依本王看，这女学不学也罢了。父皇殿下，你太放肆了！我们女学承办多年，声名远扬，岂容你这般诋毁？怪不得福安郡主在外名声不佳，原来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我们女学可容不下道德败坏的学生。女学院长真是好大的架子，连朕的孙女儿都敢驱赶。皇祖父，皇上，您今日不是公务繁忙，怎么有空来这儿？哼，朕要是不来，怎么知道这里这么热闹？皇祖父，姐姐她技不如人，严院长只是如实点评，大伯就不服，恶言诋毁女学。这要是传出去啊，天下文人都要说我们皇家没有规矩。皇祖父，还请你好好说说大伯吧。福运郡主，你也知道父王是你大伯呀，你身为晚辈，哪里来的资格说长辈的不是？难道这就是你们东宫的规矩？言儿说错什么了？你如此怪他，是秦王出言不逊。如果他今天不跟严院长道歉的话，这个事儿今天就没完。严院长，你觉得秦王应该向你道歉吗？小人哪敢与秦王计较？只是此事若是传扬出去，言官少不了要参秦王狂悖无礼，到时候秦王殿下可不要埋怨小人。你还觉得挺委屈的？皇上，你刚才说福安郡主技不如人，我看你是耳聋了。皇上，小人只是根据自己的专业评判，我这有何不妥？还请皇上明示。哼，你以为朕是刚刚才来，没有听到福安郡主和福运郡主的琴声吗？皇上，你是何时驾到的？在福运郡主弹奏之前，皇上就已经在不远处了，所以两位郡主的琴声，皇上听的是清清楚楚。你身为女学院长，连谁的琴技水平高低都分辨不出。刚才阿欢弹奏的时候，激昂澎湃，天地都为之动摇。这样的琴技，夕颜在苦练10年都未必弹得出。皇祖父，您怎么能这样偏袒宋时欢？这样您有失偏颇。好就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你要正视自己的缺点，方能进步。若一叶障目，怎能见到泰山？还有你，德不配位。这么喜欢徇私东宫，那就到东宫当一宫女吧。还不快滚下去！是。宋时欢，你害得我丢尽脸面，我也要让你没脸见人。皇祖父，孙女不服。有什么不服？一场琴而已，你输不起吗？为何姐姐弹琴的时候一直戴着面纱？莫非是面纱之下之人根本就不是她？果然，宋希言，她按耐不住了。你少胡说八道了，这声音就是阿欢的声音，怎么可能不是她？这谁知道呢？如果真的是姐姐，为何她要一直戴着面纱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姐姐，你倒是把面纱摘下来，让大家看看啊！今日日头太晒了，我不想摘。哼，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吧。要么这弹琴之人根本就不是你，你所谓的赢我，根本就是弄虚作假；要么你就是得了什么不干不净的脏病，脸上遭了殃，不能见人。宋希言，你给我嘴巴放干净！你别以为你是小辈，我就不敢揍你了啊！大伯，你激动什么？只要让姐姐摘了面纱，不就都清楚了吗？是啊，阿欢，你就摘了面纱吧，免得你妹妹不服气呢。那我若是摘了，确认是本人，你可否为今日对我出言不逊道歉呢？行，我给你道歉行了吧？别磨叽了，赶紧摘了吧！赶紧摘了吧！不可能，你的脸怎么会没事？阿欢，你怎么会？皇祖父，孙女可是有不妥。你跟你皇祖母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
皇祖母？不是她，朕是说，是朕的原配，朕的原皇后。父皇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阿欢当真跟我母后很像。朕说的是真的，弹琴的时候像极了。阿欢，朕还没问你，你怎么会这首《凤丽九天》？这首曲子是元皇后所作。原来这曲子是元后娘娘所作，这是孙女在王府的书房里捡到的曲子，一见到就十分喜欢，便默默记了下来。看来孙女跟皇祖母还真是有缘呢。我既然知道自己长得像元后，自然要提前了解元后的喜好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打继后和东宫一个措手不及。好孩子，看来你能被寻回，这都是天意呀。这是元后在天有灵，才保佑你回到朕和秦王的身边呐。那以后孙女就代替皇祖母，永远陪伴您和父王。什么宋时欢什么事都没有，还被皇祖父看到了他现在的容貌，以后我在皇祖父心里的位置更不如他了。哼！哦，对了，皇祖父，孙女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，想问问太子妃娘娘和夕颜妹妹。什么事？这是胭脂，这是方才孙女在花园里赏花的时候，太子妃娘娘送给我的。太子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又想跟本王抢女儿啊？母妃送姐姐东西，有何不可？回皇祖父，太子妃娘娘送孙女礼物，孙女当然是很高兴的。可是我当时想看看胭脂上脸的颜色的时候，让迎春试了一下，谁知这上面怎么都是红疹啊？我也想问问太子妃娘娘，为何你送的东西用了后皮肤会溃烂过敏？难道是这胭脂有问题？方明剑，阿欢是儿臣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，我作为他的生母，怎么可能去害他？这红疹你怎么解释呢？皇祖父，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因为姐姐记恨母妃，记恨东宫，为此才出此下策陷害我们。姐姐，你这样的做法也太下作，太伤人心了吧？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啊！我说错了吗？大伯，该不会姐姐平日在府上你就是这么教导她的吧？难怪姐姐冷血无情，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夕颜言辞凿凿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可我有一事不明，刚才我带着纱巾的时候，你似乎已经猜到我的脸已经毁了，还说我可能得了什么脏病，而且你急不可耐地拽下我的纱巾，更是掩饰不住的意外。当时皇祖父就在跟前，可是亲眼目睹。皇祖父，你污蔑我！夕颜，你当朕是傻子吗？你给我回去，把女则女戒好好的抄10遍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朕一定叫人领刑了。皇祖父，您消消气，今天的事情可能是我误会了，另有隐情呢。能有什么隐情？我以为夕颜在东宫好生教养，本该是个好的，现在看来怕是宠坏啊。就是，阿欢，别替他说话。我也是在担心，这个胭脂本身就有问题。怎么可能呢？皇祖父，夕颜妹妹说的也有道理。阿欢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对她说话？父王，这胭脂盒上写着红之阁3个字，我瞧着怎么有些眼熟呢？红之阁，那是我们王府的铺子呀。你还知道这是王府的铺子呀？这几年账面上一片亏空，我如果再不想办法帮你还回，就亏大了。是吗？既然是王府的铺子，皇祖父，我担心是误会夕颜妹妹，更担心铺子有什么问题，会伤害其他百姓。要不然您派人跟孙女去看铺子，查清楚，这样我们都能放心了。也好，吴奇，跟他们一块去吧。是，老奴领旨。阿欢，这葫芦里卖什么药？父王，你等下就知道了。哎，夕
夕颜，哥今日好不容易带你出宫，开心点啊！大哥，我被宋时欢搞得这么惨，还被皇祖父责罚抄书，我脸面都丢尽了，哪能开心得起来啊？一次不行，还有下次，机会多的是。你若是闷闷不乐，可就不漂亮了。你看，前面就是红之阁，喜欢什么尽管挑，我让掌柜给你留了些好东西，都是外人看不到的。那不是宋延真和宋希言吗？他们怎么也来逛咱家的铺子？我正想着怎么找东宫麻烦呢，他们竟主动送上来。这老天爷在当面。哎，郡主啊，这个还有这一排，我全都要。哎，好嘞。郡主，东西都装好了。您大驾光临，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小的。大哥，买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希言侄女，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大伯，你为何在此？我只是和大哥一起出来闲逛罢了，这你也要管？闲逛我管不着，但你买东西不可能。是谁教给你的？这是常家的铺子，大伯，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常家的铺子。告诉宋希言，这铺子到底是谁的？这不是秦王殿下吗？就算您是王爷，也不能随便动手打人吧？而且刚才这位姑娘都已经说了，这是常家的铺子，关您秦王府什么事儿啊？大伯，这样闹事，若是皇祖父知道了，定要有罪的。父王，您不是说要带我来看看王府的铺子吗？王府的铺子，这铺子到底是谁家的呀？你胡说！这掌柜的是常家的人，这铺子是我舅母常夫人的，怎么就成你们王府的铺子了？常家可是我母妃的母家，我拿自己家外祖家的东西，谁也敢拦着？今日就算是我把店里都搬空了，你也休想阻止！希言，小声些。大哥，怕什么呀？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家的东西，这些年我们买自己家的东西可曾付过钱？哪里轮得到他们秦王府人指手画脚？哦，原来东宫这些年在红之阁买东西从未付过钱，难怪这红之阁看着生意好，但我们王府的账面上却一直亏空。哼，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拿我的钱接近东宫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大伯，你不要无理取闹了，你们父女俩一唱一和，真把这当自己的东西了，真是没脸没皮。我看这样吧，不如让人去把常夫人请来，当面说清楚。常夫人可是京城有名的大善人，总不至于用别人的银子做善事。叫就叫，等我舅母来了，丢脸的可是你。宋时欢，这么多人看着你，此事不如你回宫处理。这事闹大了，对大家都不好。父王，颜真哥哥这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像没听懂。他呀，心虚了。哦，来人，让周围人都散开！啊，皇孙殿下，这是做甚？红之阁每日客人多得数不胜数，这不仅要给我们秦王府一个交代，也要给百姓们一个交代，得让百姓们知道他们的银子到底到了谁那儿，是不是啊？这说的倒是，我们可都是红之阁的老客户了，今天怎么说也要知道老板是谁吧？常夫人到。这是怎么了？大家都聚在铺子里。舅母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来告诉宋时欢和大伯，这铺子都是你的，他们竟然在别人的地盘这么闹事，得把他们赶出去。常夫人，你说这铺子到底是谁？这铺子确实是我代为管理的。怎么样？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代为管理是什么意思啊？常夫人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这铺子你是老板？我劝你想清楚再说，毕竟这铺子的归属权在谁的手里，官府可是有备案的。
这种事如果乱说的话，是要被抓去官府审问的。你吓唬谁呢？要抓也是抓你们，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，不要脸！今日店里这么多人，要是说不是我们，抓出去对东宫不利，你要想清楚。这铺子就是常家的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这铺子是常家的，不是他们秦王府的。可是这对秦王父女却想要鸠占鹊巢，太过分了！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东宫的郡主还有皇孙殿下，怎么可能买了东西不给钱呢？而且这常家一向都是出手阔绰，这些年做的善事，那可都是名声在外的。原来这都是秦王府找的麻烦。常夫人，我和父王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不能怪我们不留情面了。郡主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父王，我们请吴公公进来。吴公公到。吴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奴奉皇上之命，来陪秦王殿下和福安郡主查看这铺子的情况，没想到却听到了这些个骇人听闻的事。吴公公，既然你都听到了，就该将这件事情原封不动地告诉皇祖父。他们这么针对常家和东宫，须得重罚。老奴愚钝，不知秦王和福安郡主怎么针对东宫和常家呢？他们想抢我们的铺子，还不算针对吗？常夫人，这铺子是常家的吗？常夫人，不是。怎么样？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舅母说了。等一下，舅母，你说错了吧？你刚才不是说这铺子就是常家的吗？福运郡主有所不知，这红之阁是先皇后娘娘的陪嫁，秦王殿下开府之时就给了秦王，只是这么多年，王爷一直不曾来看过而已。我的天哪，原来这间铺子真的是秦王府的。那这东宫的人和常家的人，怎么好意思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啊？这还理直气壮吗？胡说，这不可能！老奴是大内总管，怎能胡说？郡主若是不信，可以去官府询问，一问便知。可我分明看见这铺子的盈利都送去了常家呀！哦，原来我们王府亏空的银子都被送到常家去了。常夫人，真是好算计！你真不愧是京城有名的大善人。郡主误会了，是福运郡主，她看错了。当年皇后娘娘担心秦王殿下不会打理铺面，就提议说常家经商有道，可以从常家雇伙计帮着打理。却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铺面的老板都易主了。吴公公，不是这样的，都是这个掌柜的不懂事，连东家是谁都分不清楚了。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，让他给秦王殿下和福安郡主赔罪。大伯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。不如今天就先让他们散了，这件事我们回头再说。何必之后，现在就能查清楚。吴公公，烦请您多留一会儿，我倒要看看红之阁这些年到底贪没我们秦王府多少银子。今天的事情你就是故意的。妹妹，为何倒打一耙呀？不是你亲口承认这些年买东西从未付过1分钱，真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了，真是没脸没皮呀！现在被拆穿了，你就不乐意了？你贱人！宋希言，看来父皇给你的女戒你还没有看仔细，竟敢当着本王的面骂姐妹！这福运郡主原来是这样的。看来这些年在外面的女人都是浪得虚名啊！这些东西我不要了，大哥，我们走。父王，我们王府就这一间铺子吗？这个应该不止一间铺子。父皇改日让人给你列个单子，好好看看。太好了，那我明日就换一家去，1天去1个。好，常夫人。你意下如何呀？
常夫人，常夫人！哎呦，怎么夫人怎么回事？看看你出的馊主意，非要用胭脂去害宋时欢，让他注意到了红纸阁不说，你还在红纸阁里大放厥词，闹得老百姓都知道东宫贪得无厌，把秦王府的东西占为己有。不是皇祖母说不能留着宋时欢那张脸，我才想办法对付他。你还委屈上了？你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自己啊？母后您消消气，妍儿她还小，您就别骂她了。皇上说了，常家占有秦王府的钱，必须一分不少的还回去。可我已经问过大嫂了，这些年除了做善事，就是给东宫铺路，所剩的银子不多了。那就想办法去凑，一定要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秦王府，否则这把火就别想灭下去。是，儿臣知道了。这么多钱，郡主，奴婢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金子。这还只是红之阁1年的盈利，咱们王府那么多库子，堆起来的金子，连整个屋子都放不下。父王，你好富有啊！那是当然了，这些东西以后父皇都给你。父王，常家拿着咱们的银钱做善事，算什么善人？咱们拿着自己的钱做善事，才是真正的善人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反正以后咱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不如父王进宫告诉皇祖父，红之阁每年的盈利都愿意拿出来给各地的灾民。当初如果阿欢也能遇到这么好的，就不会吃不饱饭。还是阿欢善人，父皇这就进宫去。常家可是东宫的靠山，我偏要把常夫人一点一点从大善人的位置上拉下来。父皇，您是不知道啊，阿欢就是想帮那些灾民，因为阿欢小时候没人帮他，受了太多苦。那么高的金山，阿欢想都不想就要把红之阁每年的利润都捐给灾民。不愧是朕的孙女啊！父皇，您呢？找个时间去我府上搬金子去吧。难得你有这么大方的时候啊！如果能让阿欢这么大的孩子都能吃得饱饭，就算是把我全部，我一半的家财都捐出去，我也毫不犹豫。为君者要能把百姓放在心里。朕这4个儿子里，只有秦王有一颗慷慨济世的心。金子朕就不搬了。你要想做善事，就以你秦王府的名义就行。也好，那我们也开粥铺，给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吃粥喝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近来户部尚书告老，户部缺一个主事的官员，就由你先顶上，替朕管理户部吧。没问题啊，我现在经历铺子备战一事，会算账多了。多谢王爷，居然还给我们提供肉粥，您可真是大好人呐！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喝完再来啊！大好人，大好人啊！来，自从郡主来到咱们王府，王爷跟从前真的判若两人了。郡主，你可真是我们王府的福星啊！福星？自我回宫之后，东宫的人一直视我是个灾星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是福星呢。说实话，我都不习惯了。阿欢，你就是福星，在本王眼里，你就是本王最大的福星。我有父王也是好福气。如今常家自身难保，再也没有能力继续施粥行善。常家霸占秦王府产业的事情也闹得沸沸扬扬，就连东宫都被涉及。这一幕确实太过哀凉了。要是能让秦王府名声扫地就好了。你说什么？秦王府在外面建粮草、设粥棚？是啊，秦王还把您之前的白粥换成了肉粥。现如今外面人人都说秦王才是真正的善人，而您只是伪善。秦王那个纨绔也配被称为善人？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名声，竟是为他人做了嫁衣。
舅母，若您平白咽下这口气，那日后在整个大齐都抬不起头了。夕颜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舅母失州多年，在京城人脉遍布，现如今给秦王供应肉粥的那些人当中，一定有一些是您的旧识吧？这个是自然。若是秦王供应的肉粥出了问题，喝死了人，那他这些天积攒的好名声就不复存在了，甚至会被百姓群起围攻，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您说是不是啊？慢慢来啊，每个人都有。王爷真是个大好人，大善人，大善人。父王，大家都在夸赞你呢，只怕过不了多久，你的名气会比东宫还好。那是自然，本王那肯定。哎，大家都快别喝这粥了，王五喝了之后死了。王五喝了之后死了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连续吃了好几日了，都没什么问题啊。肚子好疼啊！没事，没事。这是怎么了？他没气儿了！秦王府的粥又喝死人了！秦王府给我们喝有毒的粥，真是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我之前还夸赞秦王是个好人，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畜生，草菅人命了！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好心给你施粥，这怎么会下毒呢？肯定是误会啊！人都被毒死了，你说是误会？对，必须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！给个交代！现在出了人命，不要梦幻！怎么会这样？都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粮食，怎么可能会闹出人命呢？这人命的背后，定有人在推波助澜。迎春，快取一碗粥，尽快送入宫里，请梅太医跟你一起查看，务必找到问题出在哪。是。嬷嬷，先将粥棚收起来，在问题查清楚之前，不要再让人喝粥了。是。是皇后还是宋希言他？此事这父王有道理，可拿什么跟我比？温马肉？是啊，太医院查出粥里掺杂了带有瘟病的马肉，人吃多了自然有性命之忧。可我们分明花重金采买新鲜的肉，怎么会变成瘟马呢？或许是采买的人动了手脚。我们在城中多处都搭建了粥棚，参与采买的人数更是繁多，就算一个个审问都要费不少力气的。王爷已经被宫中侍卫带走了，还不知何时能回来。不管有多难，我一定要救出父王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皇上，臣有奏，臣要弹劾秦王无德，竟在粥里掺杂带有瘟病的马肉，戕害百姓。臣也要弹劾秦王沽名钓誉，为了名声不顾百姓性命。臣要弹劾秦王治下不严，事端频出。臣等求皇上立刻将秦王押入诏狱，严肃处置。望皇上秉公惩处。哼，朕问你们，这带瘟病的马肉是怎么到粥里的？你们谁去查了？这事情的始末都分不清，还让朕处置？处置谁？处置你们这群尸位素餐的饭桶吗？皇上，臣认为以秦王的心性，断然不会故意往肉粥里掺杂带有瘟病的马肉之事。你继续说。以老臣之见，有可能是被人陷害。沈太傅是调查过此事吗？本宫听说太傅昨日还感染风寒，竟还有精力去管秦王的事。秦王乃元后嫡子，心性善良正直，岂能做出自掘坟墓的事情？明摆着就是被奸人陷害。太傅大人还是这样自视清高，昔日秦王纨绔之名天下皆知，你难道忘了吗？皇上，臣自请彻查此事。父皇，此事现在在宫外闹得沸沸扬扬，百姓对大哥的怨气已经转移至整个皇家，如现在不处置，恐怕会伤了民心呢。太子，你有何高见？我建议让大哥在诏狱里先待一些时日，让百姓们先看到父皇的态度，待沈太傅查明真相后，自会还大哥一个清白。只要宋玉进了诏，我就有办法让他进京。不可！皇上，请给臣7日时间，臣若不能查出真相，到时候
臣愿和秦王一起被关进诏狱，请皇上恩准。准了，就依太傅所言，退朝。哎，父皇，才剩几天呢，就捅了这么大娄子，你就不能长点心吗？这么容易就被人算计了？那还有没有人再出事啊？都是我不好，好心办坏事，那昨天都死了2个人了。好了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了。这几日你就老实在紫宸殿待着，太傅会替你查明真相的。阿欢还在府中等我呢。你要真担心阿欢，你就在这老实待着。郡主，外面情况怎么样了？闹事的百姓已经把我们王府大门给围了，若非侍卫死守，他们就要冲进来了。作孽呀！郡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冷静一点。现在父王待在紫宸殿里，有皇祖父护着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必须要见沈太傅一面。可你现在出不去呀。萌萌，你替我找一件丫鬟的衣裳。是。哎呀，郡主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这个时候保证你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沈太傅，愿由您自己来，替我父王争取到7天的时间，我更不能坐以待毙。沈太傅，我来是想把秦王府最近发生的事情同你说清楚。若是太傅大人信我，请直接从常家开始查起。这名单上面是之前常夫人在施州的时候也做过帮手的，他们的嫌疑最大。我相信郡主，郡主的这份名单可是帮了大忙了。郡主，这2天又有6人因食了肉粥而丧命，如今连沈太傅的府上都被人给围住了。宫里可有消息？奴婢只知道这几日早朝弹劾王爷的折子越来越多，皇上是顶着压力才把王爷留在了紫宸殿。此事，皇祖父也无法派人驱散人群，若是做了，反而对父王不利。连沈家门外都被围住，看来背后之人是不想让沈太傅在7日内查出真相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不能让其得逞。迎春，你去熬几锅浓浓的白粥，我要亲自在王府门口施粥。郡主，万万不可呀！您若是出现，那些百姓拿您出气。听我的，去准备。这是不是毒酒啊？就是啊！你们王府的粥毒死过人，谁敢喝你们的粥？对呀，就是啊！是啊！你们秦王府是不是想继续害死我们？诸位，请听我说，秦王府不屑于做那些阴损之事。沈太傅正在彻查此事，我怕大家不放心，特意让人熬了米粥，里面没有添加任何肉糜。真喝了呀！这粥居然真的没有问题，这粥没有任何问题，你们自己看。小姑娘，饿了吗？白粥啊！来，给你盛一大碗。我比你们更迫切的想知道肉粥为何出了问题，但请大家放心，秦王府绝非故意伤害大家的性命。凡是因肉粥而丧命的，秦王府会将其安葬。若有亲人，则可来秦王府领取抚恤金。大家不要着急，7日之前还有5日，我们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是啊，没想到这郡主小小年纪竟如此有担当，莫非真是我们误会秦王府了？排队，排队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请先排队，把肚子吃饱，吃饱了饭
才有力气维权，才有力气活下去。是啊，我们得活下去。排队吧，排队，今天的粥里还有肉。对，我们排队。小姑娘，去告诉沈家能来的人，都来这里得粥。谢谢。谢谢。娘，有粥了！谢谢郡主。郡主，您的办法真是奏效，沈家门前这些闹事的人都疏散开，来我们这里了。那就好。郡主，要不让老奴来吧？您亲自施粥，都已经几个时辰了，一定累坏了。无妨，我要亲自施粥，方能彰显王府的诚意。只要我们救出父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什么？人全都散了？怎么可能？那些人都恨不得把宋玉杀了。是福安郡主亲自在府门外施粥，人们便散了。那个孩子聪慧似妖，那孩子对东宫满腔怨恨，他不会愿意再回东宫。这次机会得来不易，绝不能轻易让宋玉把自己摘干净。听说明日沈明文要出京调查此事，正是。安排些死士在路上设下埋伏，若是有机会，可以直接取沈明文的性命。郡主怎么还不睡？明日沈太傅便要出京调查，虽说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可我这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我想进宫见皇祖父一面。郡主，如今百官的眼睛都盯着王府，我们没办法贸然进宫。若我们有必须进宫的理由呢？嬷嬷，你派人去柴房放一把火，就说秦王府走水。我因过度惊惧，正开始满口胡言乱语，必须立刻进宫看太傅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阿欢，听说王府走水了，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父王，我没事，就是见不到您，心里记挂。怎么不见阿欢记挂朕呢？皇祖父，孙女一半记挂父王，一半记挂皇祖父。皇祖父最近清瘦了许多，都是父王不好，害着您跟着操心了。你呀，你让朕说你什么好呢？就不能让府上的小厮帮你施粥吗？皇祖父，孙女是皇家郡主，遇到事情就得敢站出来，这样百姓们才信任我们秦王府。好魄力！说吧，你想出这个鬼点子进宫，到底有何事？孙女想请皇祖父让沈潇沈大人明日暗中保护沈太傅。沈太傅为了父王舍身斗群，孙女害怕他出事。快请起！朕允你。吴起，传令下去，让禁卫军跟着，确保太傅的安全。奴才这就去安排。舅母，该扫尾的都扫尾了吧？整个大齐有温马的地方不止平州一处，全查一个得花费1个月不止。且平州温马有数百头，尸体都被埋在土里，而我只用了其中2头，还特地杀死了2头好马，埋到原地。那办事的人呢？办事的是我娘家家仆，出事之后我就将人送去平州了。沈明文想找到人，没那么容易。那就好。听说郡主亲自施粥，让人心生敬佩。我也来陪郡主一起施粥，也能让郡主少些劳累。真不愧是京中有名的大善人呐，这个时候也愿意来帮秦王府一把。是呀，大善人呐。正好京城去平州路途险峻，
我正因为担心沈太傅而心神不宁呢。平州？什么平州？常夫人，你不知道？不对呀，平州不是常夫人您的娘家吗？怎么可能？国土辽阔，他们怎么会一下子就锁定平州？迎春，去扶一扶常夫人，我看她有些站不稳。是。不用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府上还有一些事情，我改日再来。迎春，去搭把手，把常夫人先扶进王府歇息。是。我要回府，我要回府。常夫人，我们郡主说了，您是在我们王府门口摔倒的，必须得请大夫看过了，确认您无碍了，再送您回府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来，太傅，此人名叫曲三，是常夫人娘家的亲戚。之前常夫人在京城试卖粥的时候，他就负责采买。后来跟秦王府负责采买的人也混熟了，没少去秦王府的粥棚转悠。放开我！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！放开我！等你进了牢狱，我看你还会不会嘴硬！把他带回去，我们立刻进京。是。走。是什么人？你们是谁？我等奉主上命令来取你性命。主上？谁是你们的主上？这就不是沈太傅该知道的事情了吗？上！太好了，是禁卫军。皇上，沈太傅回来了，正在外头求见您。快宣！宣沈太傅。参拜皇上。太傅，肉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臣已经查明真相，在背后动手脚的是平州屈家，也就是常夫人的娘家。果然是他们！当初因为铺子的事情，他们就对本王怀恨在心，没有想到这次竟残害百姓来陷害本王。若非皇上暗中派了禁卫军，老臣这次恐怕就要死在平州了。禁卫军一查实，动手之人就是东宫安卫。这次多亏了阿欢，连夜进宫提醒着。多谢郡主。是我要多谢沈太傅，拼死查证才是。来人，选常夫人进宫，还有太子、太子妃，都给我滚过来！父皇，儿臣有罪，儿臣不该因为太子妃是常家之人而试图偏袒常家，请父皇责罚。皇上，求您饶了太子这一回吧，他也是关心则乱，一时糊涂啊。好一招知错就改，把水搅浑，然后淡化东宫的罪责。为了包庇常家，就对忠臣之后动手，隐藏真相让本王蒙冤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常家比顾将军、比本王都重要，比父皇也重要，是不是？大哥，孤从未这样说过，而你就是这么做的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还是说堂堂一国太子，竟然是个小人？大哥，你莫要含血喷人！没想到父王竟也会有这么能人善任，真叫人钦佩。你险些让本王获罪入狱，如今你却说我含血喷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儿臣恳请父王严惩不贷。杨氏设计皇嗣，其罪当诛，查抄常家所有家产，3代以内，通通秋后问斩。不要啊，皇上，求您放过臣妇的孩子，臣不甘愿接受任何惩罚。秦王也是朕的孩子，你算计朕的孩子，还想让朕从轻处置？是他，这一切都是福云郡主教唆我做的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皇祖父，我没有，舅母她是魔怔了才会血口喷人。是啊，皇祖父，西安还小，怎么可能那么心狠？这一切分明是常家的过错，凭什么拉我们东宫下水？拉你们东宫下水？这些年常家替你们东宫做了多少脏事，你们敢让皇上知道吗？大嫂，你不要胡说！我呸！
家都要灭门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之前秦王怪罪常家侵占了王府的店铺，可那是谁的主意？那些钱又大部分去了哪里？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心知肚明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偏要说。还有上次，你们让我在外散布宋时环的谣言，说他欺凌弱小、偷盗行窃，后来眼看着抹黑不成，又杀人灭口，怕被查到。我看你是魔怔了。我哪比得过皇后娘娘你呀？当初我们常家根本不想把妹妹嫁给太子，是你舍弃了秦王和宫女私通，败坏了他的名声，我们才不得不选择了太子。这件事，皇上您还蒙在鼓里吧？原来是你，是你陷害秦王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个女人她疯了，她的话你不能信啊！父皇，那些事情不是儿臣做的，儿臣冤枉。你还冤枉？殿下，就你们俩，简直如出一辙，心狠手辣。就你们这样，怎配为一国之母，为国之储君？来人，传朕旨意，朕要废后，废太子。皇上，你不可以这么对我跟太子啊！若是姐姐带进赤陵，也不愿看到你对她的至亲如此狠心啊！皇上，阿欢，你哭什么？皇祖父，阿欢心里难受。祖母仙逝的时候，父王还不到2岁，祖母的事情，父王只能从旁人嘴里听到。可父母明明是祖母唯一的孩子，说祖母还在世的话，看到父王被人算计，变得声名狼藉，祖母心里该有多难过？没错，你怎么还敢提及元后？她是你的亲姐姐，秦王是你的亲外甥，居然用宫女算计秦王，你简直该死！父皇，儿臣可是储君呀！你若是将儿臣废了，定会朝野震荡的。你还没当上皇帝呢，你以为就没人取代你吗？别忘，朕还有个嫡长子，秦王无论从人品和德行，都远远在你之上。朕要立秦王为太子。父王，大女儿就恭喜你当太子了。不是说当年大师给你腹中的孩子批命，如果夕颜才是福星吗？那为什么宋时环去了秦王府之后，大哥的运气就那么好？现在甚至取代了我成为太子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当年夕颜的运气就是比时欢要好，不然也不会被掳走的人是宋时欢呀。那要是我们搞错了？不会吧？我这就让人把大师请进宫，再问个清楚。贫僧见过殿下，娘娘。大师，你还记得本宫生产之前让你给我肚子里的孩子补过命吗？事关皇室，贫僧自然记得。那一胎，本宫一共生了2个女儿，一个一直留在本宫旁边，一个一出生便被别人掳走，今年才回宫。大师，求您帮本宫看一看，这2个孩子到底哪个是福星？福星之兆，并非显于顺遂之途，反而是经历人间至苦，淬炼心性，方能积攒福荫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个福星实则是从小被掳走的孩子？正是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一开始就错了，全错了。我竟然拱手把福星送到了秦王府。殿下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那个臭和尚一定是在胡说。夕颜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你帮帮我，能帮我的人就只有你了。知道我怎么做？我帮我杀了宋时环，只有他死了，东宫才能安宁。大哥，父王被摄夺太子之位，皆是因他而起，他不死，我们都别想好过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除掉那个祸害。娘娘怎么来了？阿欢，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？我亲手做了杏仁露给你。你放心，没毒的。
这杏仁露是苦的啊？怎么会啊？明明就是甜的呀。就是苦的，这杏仁露不合我胃口。无妨，这杏仁露是我母亲教的，你哥哥和妹妹都爱喝，我本以为你会喜欢的。看来我注定不是你的孩子。孩子，你是母亲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这么说，母亲的心真的要碎了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生辰宴那日是娘娘你不要我，说我是灾星，说我不配碰宋希言的衣裳。不是的，你不是灾星，是母亲搞错了。孩子，你是娘的福星啊！怪不得，我说娘娘为什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好，原来是冲着福星来的。不是你误会了，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母亲？你和我一样，都爱看史书。我怀你的时候啊，就喜欢听人抚琴。如今你在琴艺上天赋极佳，你我之间血脉的牵绊，怎么能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呢？可是我不需要母亲，我现在有皇祖父和父王的庇护。娘娘，你我之间并无任何情分。若无他事，娘娘请回吧。所以你是不会原谅母亲的事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东宫众人曾给过我怎样的伤害，那些痛像烙印般刻在我的骨血里，生生世世不能忘怀。所以我宋时华绝不原谅，绝不原谅。今日我这儿还真是热闹，走了一个又来一个。皇孙殿下来我这做甚？阿欢，大哥是来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从前我因为希言的关系对你十分冷淡，多次伤害了你。到今天我才发现，原来你才是我们东宫的福星。大哥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那样对你了。你就原谅大哥好不好？宋延征这人跟太子妃搞不定，上一世我深知他有多阴险恶毒，他绝不会真心跟我道歉，定是另有所图。我懒得跟你计较，往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最好。那怎么能行？你是我妹妹，我这个做兄长的也能弥补你啊。天气冷，夜里容易着凉，你身子本来就不好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暖炉，如果不够，大哥还可以再给你备些。这炉底的夹层内填满了磷粉，一点即燃。上一世我就险些被他们活活烧死。听闻你夜里总发冷，这暖炉就送给你取暖吧。多谢大哥。成全你！这下宋时欢死定了。这么着急走，不留下来看看火烧的旺不旺？福安郡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房间里的人是谁？你看看到底是谁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觉得你为什么那么轻易的
能混进本郡主的房间，那是因为我提前在等着瓮中捉鳖。说，是谁指使你谋害郡主？没人指使，还敢狡辩！白天宋延征刚送我暖壶，夜里你就拿着火折子来我房前，真当本郡查不出来吗？来人，禀告皇祖父，宋延征收买宫女，在我房间纵火，罪证确凿。皇祖父，孙儿冤枉。那个宫女都已经招了，还在那边撒谎，就和你那个被废的父王一样，满嘴谎言，心肠歹毒。严正，竟敢想放火烧死我女儿！你想害她性命，本王绝不会放过你。阿欢，朕对宋延征已失望至极，再也不顾念祖孙之情了。你是苦主，你来处置吧。阿欢，我是你哥哥，放过我。我刚进宫那会儿，大哥极力想将我送去皇觉寺。既然大哥那么喜欢皇觉寺，不如余生就在那里度过吧。来人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宋世焕，你个贱人，肯定是你诬陷我，才会让皇祖父把我关起来的。诬陷？宋延征已经全都承认了，他要杀我，都是受了你的教唆，再加上你之前劣迹种种，皇祖父再难容忍你，才会关押你。你到底为什么处处都要和我作对？你敢打我！我这一巴掌是为了我前世你欺我辱我，还杀了我。你可知道那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前世？什么前世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一巴掌是为了我和我父王受到的诬陷和打压。我和我父王从未惹过任何人，而你却一次次挑起祸端。你不该死吗？疯了！我要杀了你！宋希言，你坏事做尽，天理难容。今日宋世焕就替天行道，让我送你去阴曹地府认罪。郡主，去告诉前太子和太子妃，就说福运郡主自知罪孽深重，畏罪自尽。是。宋世焕，你看到了因为上一世的自己报仇了。坐下。不，父王，您正值壮年，身体康健，怎么能够早早下位呢？儿臣不同意。是啊，皇祖父，孙女知道你疼爱父王，可父王经验不足，还需磨砺，朝局还需您坐镇啊。哎，朕老了，临朝这么多年，朕也累了。这些日子我命你图治做得极好，朝臣们对你赞赏有加，江山交到你的手里，朕心里放心呐。父王，儿臣是真的不行啊！再操劳些日子，这么大摊子扔给我，不行啊！你母亲在世的时候，朕答应她要带她游山玩水，可是，一坐上这龙椅，这一天都不能闲。现在正好我也闲下来了，朕要替她好好的看看这大好河山。你可不许阻止朕。可是，没有可是了。朕虽然当上了太上皇，朕还要回来时常盯着你呢，最好给朕勤勉一些。要是朕发现你偷懒，朕一定回来揍你的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承天命，寓疾多年，夙夜忧勤，难负万民之望。今年迈体衰，精力不济，而太子宋玉仁孝聪睿，德才兼备，可继大统。资遵祖制，顺应天心，禅位于太子宋玉继皇帝位。朕位居太上皇，以颐养天年，内外文武百官当同心辅佐新君，共襄盛治，以安社稷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拜。臣等拜见新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恭喜父王！朕也要恭喜阿欢成为长公主。那不知我朝最尊贵的长公主想要什么晋升之礼呢？我要红之阁最新款的胭脂。好，父皇给你买。恭送皇上，恭送皇上出